朋友們，今天德國隊逆轉科特迪瓦這場球太好看了，就跟老 K 的足球新聞一樣，非常值得您點讚、評論、分享和熱推。所以感謝您的訂閱，咱們馬上開始。這場比賽主教練納格爾斯曼沿用了首戰的陣容，而多倫多因為有大量的德裔人口，所以德國隊在現場獲得了明顯更多的支持。但是比賽踢完，老 K 和老婆兒子最大的觀感是德國隊的黑人含量太低了。舉個例子，今天科特迪瓦的帶球推進，全队33次嘗試過人，成功了20次，而德國队全場只有16次的嘗試過人，也僅有6次成功。所以科特迪瓦的黑人們像黑豹群一樣，迪奧曼德、迪亚洛、阿丁格拉，他們直接用个人推进就制造了德國防線的混亂。即使德國的控球率達到了60%左右，射門比16-9，射正7-2，但是沒有用。直到他們換人之後，納格爾斯曼真正的父親大人昂達夫現身，德國隊才真正把控球變成了高質量的得分。在他上場之前，這場球由於哈弗茨進攻老是拉邊，導致禁區內沒有點，而薩內的作用主要在防守端有不小的貢獻。而冷知識，昂達夫也是土耳其後裔，所以在代表德國隊進球後，他喜歡跳傳統的庫爾德族的舞蹈。這是個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球員，雖然他從小就已經展現出驚人的進球方面的天賦，但因為年紀小的時候身材非常矮小，而且在場上總顯得有些懶散，主要這身體太壯了，看上去總是體脂率超標，所以15歲的昂達夫被雲達不萊梅的青訓營解約。而在效力德國第4級別聯賽的哈維爾瑟球隊期間，他的薪水非常微薄，根本無法維持生計，所以也只能每天早上4點就要跑到工廠操作鐳射機台，要進行輪班，下午又趕過去踢球。正是那一段在工廠的艱難歲月，成為了他後來持續向上奮鬥的動力。所以青訓階段，昂達夫就從未入選過德國任何一個級別的青年國家隊。他是一路從德國低級別的聯賽，從比利時的乙級聯賽，慢慢的打怪升級，直到27歲，在英超布萊頓和德甲的斯圖加特大放異彩，也終於首次得到了德國國家隊的徵召，這也是非常罕見的例子。而且目前雖然已經身價1000萬，成為了頂級球星，但昂達夫至今還有一些非常接地氣的怪習慣，比如他喜歡用一個普通的垃圾袋來裝自己心愛的足球鞋，因為他覺得臭鞋子不應該和自己其他的裝備放在一起。這個習慣經常成為隊友們開玩笑的對象，但老 K 就也喜歡這麼做。那麼現在昂達夫在德國隊世界杯的進球效率簡直太高了，他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關鍵先生，我覺得就是納格爾斯曼在父親節走丟的爸爸。所謂神兵天將，今天他用絕殺打破了魔咒。在德國隊世界杯的歷史上，尤其是兩德合併以後，德國戰車一直有非常著名的第2輪魔咒。從94年以來，他們在世界杯的小組賽第2輪一共是3勝5平1負，而這3勝每一次靠的都是補時絕殺。06年的小組賽第2輪90分鐘51秒，奧東科爾的右路傳中，諾伊維爾鏟射絕殺。18年小組賽第2輪94分44秒，羅伊斯踩球助攻，克羅斯的任意球弧線絕殺。然後就有今天恩梅加送上直塞，昂達夫轉身抽射絕殺，已經是93分32秒。另外，德國隊中場這個恩梅加確實表現非常出色。曼聯現在正在尋找中場球員，正準備以3500萬英鎊從亞特蘭大簽下巴西國腳埃德松·席爾瓦，還有已經向西漢姆聯就費爾南德斯提出了報價，但是西漢姆聯標出了8000萬英鎊的高價。可現在看來，多特蒙德這個恩梅加才25歲，過去是曼城青訓出品。老 K 預感恩梅加的身價會越踢越高，他能夠突破防線，也能進入禁區。他的右腳技術、運動能力，在場上大面積的覆蓋範圍，既能夠進入禁區，還能夠防守，身材又高大又年輕。今天的表現真是大師級的，能攻善守。現在在德國隊，拜仁的中場球員感覺一般，而恩梅加隱隱約約已經有組織核心的味道了，比維爾茨還踢得亮眼。他的護球、推進、擺脫、攔截、關鍵傳球，樣樣都有，真是絕了。所以現在看來，拜仁慕尼黑還是靠他的進攻3叉戟，但是3叉戟都不是德國球員，而拜仁陣中的德國國腳現在感覺就塔還可以，其他的還真就一般，所以也能理解今年的歐冠為什麼不能戰勝大巴黎了。所以恩梅加一個，昂達夫一個，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
雙方今天的布陣，德國隊一開始仍然是4後衛，帕夫洛維奇和恩梅加組成雙後腰，維爾茨、穆夏拉、薩內在哈弗茨身後活動。德國隊的基本思路是控球推進加上高位的壓迫，但上半場並沒有將控球的優勢轉化為真正穩定的禁區威脅，反而是科特迪瓦的戰術相當的直接，壓迫以後快速打轉換，重點利用迪奧曼德和阿馬德·迪亞洛，用他們的速度和帶球能力直接衝擊德國的邊路和內部區域，這邊路的反擊簡直就像尖刀一樣刺向了德國的防線。此外，還能通過烏拉伊、凱西和桑加雷的組織推進。而德國隊最大的問題是前場3名技術型的攻擊手完全沒能打開局面，維爾茨和穆夏拉明顯不在狀態。德國想要撕開科特迪瓦強硬的防線顯得非常困難，所以科特迪瓦雖然控球少，但個人推進太好，轉換質量太高。最後真正贏還是在納格爾斯曼的換人，昂達夫登場以後站到中鋒的位置，哈弗茨後撤，這樣在禁區內德國就有了更明確的終結點。阿梅里送出夢幻的傳中，恩梅加最後的直塞簡直像畫一樣，美妙的不可方物。所以科特迪瓦1-0最後輸球，非常可惜啊。正如他們主教練所說，這是細節和經驗決定了最後的結果。而科特迪瓦本身的戰術計劃非常有效，失敗主要在於沒有將反擊中的優勢轉化成2-0。而昂達夫對上科特迪瓦的中衛組合是比賽最後30分鐘的勝負手。他登場後並沒有大量的持球，但2次都出現在禁區最危險的位置。第一次接阿米里的傳中近距離完成破門，第2次接恩梅加的直塞冷靜的射門。這樣霸氣的前鋒讓我們想起了過去德國戰車在鋒線上各位有名的戰神。而另外迪奧曼德對上了基米希，這是上半場科特迪瓦最有威脅的對位。在凱西進球以前，迪奧曼德對基米希的擺脫直接制造了進攻，隨後諾伊爾撲出了迪亞洛的射門，凱西補射破門。基米希上半場完全防不住迪奧曼德，身體運動能力差太遠了。科特迪瓦的轉身过人，你看了就知道有多嚇人。還有恩梅加和帕夫洛維奇的中場對比也非常明顯。帕夫洛維奇可以回防，在對方反擊的時候可以保護一下，但他經常丟球權，注意力也有問題。而恩梅加明顯是核心，更願意承擔責任，在对抗中存在感很強，最後的助攻是決定性的。另外，对方门将福法纳虽然丟了2個球，但不是責任最大的人，他上半場已經撲出了哈弗茨的頭球，全場完成了5次撲救。還有德國隊2個被取消的進球，第一個也和他與帕夫洛維奇在門前的爭頂有關。所以最後昂達夫成為本場德國隊的第1主角。這場比賽他已經不能簡簡單單用超級替補、用拯救者來形容了。再加上德國隊決定性的中場球員恩梅加，第3位就是替補登場後立刻改變了德國在右側和中路連接的阿米里，這是美因茨的10號球員，已經29歲。所以德國戰車的陣容深度真是深不可測，這才是強隊的底蘊。而科特迪瓦他們的爆點迪奧曼德，他們的隊長中場大將凱西，還有後場最忙碌的門將福法納，科特迪瓦今天絕對的雖敗猶榮，已經非常的接近爆冷，只是被昂達夫的天神下凡雙響炮給扭轉。那麼德國隊雖然是贏了球，可是維爾茨和穆夏拉完全沒有打開局面，這樣的表現在未來的淘汰賽德國隊很懸呀。另外老 K 還是覺得雞蛋裡面挑石頭，科特迪瓦在領先後踢得有些過於保守，幾次反擊如果能夠更堅決，比賽就拖不到德國的絕殺。像基米希上半場面對迪奧曼德如此吃力，如果再加一把火，那麼就等不到納格爾斯曼下半場的換人了。所以領先後沒能打進第2個球，最後被德國隊的替補深度和大賽經驗所懲罰。非洲大象軍團科特迪瓦有些可惜，但這就是世界杯。就像老 K 兒子所說，世界杯經常你踢得很好，最後卻莫名其妙就被淘汰了。所以什麼是堅韌？就是你踢得不如对方好的時候，這比賽你也要能夠啃下來，這才是世界杯強隊的底蘊，也是過去這麼多屆世界杯爆冷的球隊可以進入4強，甚至進入決賽，但至今為止能夠奪冠的全部是傳統豪強。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競爭格局和未來的戰術演變已經非常脈絡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首先就是板凳深度和動態的戰術調整。德國隊這一次成功的逆轉，充分的證明，在擴軍以後高密度的世界杯賽程下，只單純的依賴首發11人的地面傳控，已經很難在面對體能充沛、身體強壯的非洲或者南美球隊時建立穩定的勝利。
像納格爾斯曼這一次換人，同時換上翁達夫和阿米里，通過直接檢驗的邊路長傳，配合假動作包抄，這就是一種在中路滲透受到阻擋之後最完美的解題思路。那麼2輪過後，已經積6分提前出現的德國隊，已經獲得了難得的轉換和戰術試錯的空間。而科特迪瓦現在積3分，第3名厄瓜多爾積1分，第4名庫拉索也是1分。接下來德國對厄瓜多爾，科特迪瓦對庫拉索。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科特迪瓦出線沒有問題。只是今年像厄瓜多爾、土耳其、克羅地亞可能有些被外界高估了。接下來我們就想看昂達夫是不是一直替補。這樣的神兵天將納格爾斯曼，你還捨得放在板凳上嗎？好，巴西隊3-0戰勝海地，但球雖然贏了，卻一點高興不起來。這主要是拉菲尼亞在第39分鐘傷退，據說拉菲尼亞自己認為是一場虛驚，可巴西隊感到很擔憂，必須要通過醫學檢查來確定傷勢的嚴重程度。另外，世界體育報在分析，拉菲尼亞的右腿傷情隱患仍然在加重，他本賽季在這個地方一直問題不斷，傷病史越來越讓人擔憂。在世界杯前，這個部位已經遭遇了4次傷病，問題總是出在他右腿後側的肌肉。巴塞羅那對此高度關注，也在慶幸自己好在已經引進了安東尼·戈登，戈登可以打這個位置。如果拉菲尼亞缺陣，起碼巴塞羅那在這一側有足夠的保障。所以這就難了呀，馬上就30歲了，一個加拿大的阿方索·戴維斯，一個巴西的拉菲尼亞，他們的踢法總是跑，把自己當耗材用。現在所有人就只能期盼，千萬只是虛驚一場。那麼這一場球，主教練安切洛蒂的壓力很大，所以立刻对首發陣容進行了一些很有針對性的微調。右後衛上面用經驗更豐富的達尼洛替代了伊巴涅斯，這增強了右路防守的站位的穩定性。而關鍵的是，他用曼聯的庫尼亞取代了首輪表現一般的中鋒伊戈爾迪亞哥。而海地這邊務實地擺出了541的防守低重心的陣型，想通過密集的雙防線站位，極限的壓縮維尼修斯和拉菲尼亞在邊路衝刺的空間。好在今天庫尼亞的首發徹底盤活了巴西隊在前場，他從來不死守禁區內，而是通過頻繁大範圍的回撤到30米區域，再進行背身拿球和橫向的扯動。這種高機動性的中鋒踢法產生了2種戰術的效果。第一，迫使海地隊的3中衛必須要有一個過來防守，這就在海地隊的防線身後制造出空間，維尼修斯的速度就可以利用上。第二，他讓吉馬良斯和帕奎塔在中路有了更可靠的短傳的出球點，整個巴西队的攻守轉換樞紐一下子就運轉得很流暢。而今天除了3個進球，巴西的越位多達8次，這也就能體現安切洛蒂的意圖。他們是想更頻繁地直接衝擊海地隊身後，整支球隊相比第1輪更有效率，但失誤仍然比較多。巴西隊離自己最佳狀態還差得很遠。海地隊這邊主教練要求他們防線站得比較高，但是依然對持球人的壓力給的不足。這可能是因為每個巴西球員個人拿球的技術實在太好。那麼安切洛蒂非常聰明，巴西隊今天不是那種長時間的圍攻，而是直接靠搶回球權後快速推進，直塞斜插，維尼修斯、拉菲尼亞、庫尼亞攻擊對方中後衛和邊後衛之間的內部，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方向。想想同樣都是意大利籍的主教練，這安切洛蒂和蒙特拉的差距，就是現在巴西和土耳其不同命運的原因。那麼達尼洛帶來了防線的穩定性，庫尼亞呢又是一個能夠回撤、能夠串聯，還能衝進禁區的全能型9號。另外，海地的541陣型在右側依然是保護不足，維尼修斯的威脅太大了，3-0拿下，輕鬆愉快。但下半場巴西隊比賽的方式仍然有問題，替補上來之後，中前場的銜接明顯下降，反而是海地队獲得了更多的射门機會。今天球員方面，維尼修斯是最亮的仔，他參與了全部的3個進球。第一個進球來自他左路突破後的射門被撲出，庫尼亞補進去。第2個球是維尼修斯送出身後的傳球，庫尼亞再進一個。第3球是維尼自己完成終結。可以說小熊維尼來到中路以後更加的危險，但是這完全離不開庫尼亞對對方後防線的牽制，這是今天戰術成功的關鍵。而海地隊最有威脅的鏡頭來自阿德和西蒙，阿德的頭球迫使阿里松完成了關鍵的撲救，而西蒙替補出場後有2次射正，也是海地最活躍的進攻球員。現在巴西方面最重要的話題仍然是內馬爾。按照安切洛蒂的說法，接下來內馬爾會重新進入球隊的計劃，但到底身體狀態恢復到哪一步，
第3輪小組賽能不能打？這如果小組賽打不了，直接在淘汰賽，你敢用他嗎？好，土耳其對巴拉圭第2輪的一場生死戰，最後土耳其也創了紀錄了，射門數32-7絕對領先，再加上首戰澳大利亞，他們也是射門數30-9的碾壓。可是2輪戰罷62射0進球，他們創了世界杯前2輪0進球的球隊射門數的紀錄。意大利主教練蒙特拉難辭其咎，最關鍵到了現在了，他都不知道自己輸在哪兒。蒙特拉賽後說，我在職業足球圈待了35年，通常這種情況50場比賽才會遇到1次，但我們在2場比賽中創造了65次射門機會我甚至不想提控球率，命運不站在我們這邊。我告訴球員們，你們已經付出了一切，就像人们常說的，除了命中注定別無他路。我總是看球員的鬥志，所有人都拼盡了全力，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求生欲，在持續的訓練中，每個人都付出了努力，每個人都全力以赴，但遺憾的是沒有成功。哈哈，蒙特拉過去執教 AC 米蘭，這樣的場景經常出現。2017年，米蘭俱樂部在夏窗豪擲超過2億歐元，引進了博努奇、安德烈席爾瓦等等11名強援，但最後蒙特拉的球隊在面對意甲傳統強隊的時候屢屢受挫。是的，他是偏好華麗的攻勢足球，但始終無法解決攻守失衡的問題。當年隨着戰績持續低迷，主場0-0悶平了都靈隊以後，俱樂部高層決定解雇蒙特拉，由加圖索接任。那一支 AC 米蘭還是中國資本，瘋狂買人，大刀闊斧，3條線各種換血，花費極其巨大，最後戰績慘淡。所以最開始人們稱2億妄為，後來又說4億妄為，但實際上只花了2億歐元，大概是人民幣15.7個億。看來蒙特拉過去這麼多年還是沒鬧明白當年是為何失敗。咱們 AC 米蘭瞎踢的鼻祖前教練蒙特拉，當年沒有燒毀米蘭，現在又毀了土耳其。這個羅馬隊當年鋒線上的小飛機自己很會進球，但執教的球隊怎麼就不會進球呢？老 K 看比賽呀，打得太複雜了，或者說簡直就是繁瑣囉嗦。別看60多腳射門，但2場比賽我看完呀，門前根本就沒有風聲鶴唳的感覺，沒有變化，全是無效進攻。所以老 K 說過許多次，強競技運動在足球最重要的是打破觀眾預期，也就同時能夠打破對手預期。你這一招一式使出來，全在預期之內，你想進球沒門 ，no way。而且今天是11個打10個，竟然能放4個前腰，一味的倒腳圍而不攻，就在禁區邊緣瞄啊瞄，一直瞄邊兒，無球跑動，內部的傳切提速，什麼都看不到。印象裡甚至巴拉圭的門將就沒有什麼精彩的撲救。所有的射門，要就是門將站在原地輕輕的就抱住球，或者輕輕起跳就碰到了球，要麼就是土耳其人直接踢飛。尤其是居萊爾的射門總是打飛機，而伊爾迪茲晃不開角度就專往巴拉圭後衛身上踢。這倆呀，在蒙特拉的調教下越來越不會踢球了。說真的，有時候感覺老 K 過去都能指導2下。這土耳其反擊沒有速度，就喜歡找左邊鋒，然後前面又像個機器人一樣，反擊當中拿球就只知道內切，切到一半遇到個阻截又馬上分球到中路，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等對面全部落完了陣型，基本就是中場又倒腳倒回右邊路，右邊路嘗試下底，然後發現還是進不去，球又回傳，又掉到左邊，嘗試打個撞牆，如果進去了就是一個小角度的打飛機，或者往對方後衛身上踢個倒三角，進不去嘛就分到弧頂後面5到10米來個一腳蒙的遠射，這種球你說怎麼能打進去？打澳大利亞你可以說不能起高球，那是怕對方的高中衛。可這打個南美球隊巴拉圭，你也不會起高球，那土耳其人難道比墨西哥比日本隊還要矮？比賽中看蒙特拉換上了2個高點之後，定位球的頭球確實有可能進球了，但拿到了70-80%的控球率，為啥你就不知道按這個思路去做呢？還是那句話，蒙特拉 AC 米蘭的老球迷最了解你。那麼在這一場，雙方都背負着要復興自己國家足球沉重的使命。土耳其國內輿論更是對這支在2024年歐洲盃殺入了8強的所謂土耳其黃金一代抱有極高的期望。而且冷知識，這一屆的土耳其隊呈現出極強的德國足球基因，包括隊長恰爾汗奧盧，也包括伊爾迪茲，有5名核心球員都出生在德國，而且在德國完備的青訓體系培養下長大，最終卻沒有像厄齐爾和京多安選擇代表德國隊，這次這5個人都選擇代表土耳其出戰。所以可以算一支德國2隊，高組織、紀律性和土耳其傳統的激情球風已經結合。
要說這支土耳其隊的戰術底色、技術底色那是相當豪華，可最後一將無能，累死三军呀。最抽象的是，居莱尔在赛後竟然郑重地說，更衣室我們球員之間没有任何問題，完全没有問題，我們只是无法进球，就這樣。在我的國家隊生涯中，我將盡一切可能忘記這屆世界杯。我的個天呀，居萊爾，人家都說吃一堑長一智，你們付出這麼大的代價踢了這2場球，難道就沒有長一點教訓嗎？居萊爾還只有21歲，老 K 看了幾十年的球，也是第一次聽到败軍之將說啊，我要盡一切可能忘記這屆世界杯。哈哈，看到觀眾席上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土耳其小胖球迷用球衣擋着自己的眼淚哭，老 K 真是為他們感到寒心啊。就在這屆世界杯小組賽第1場開賽前，當時土耳其一位記者問居萊爾，如果本屆賽事讓你做出選擇，你更希望淘汰梅西還是淘汰 C 羅？居萊爾當時豪情萬丈地表示，如果能把他們2個都淘汰就好了，沒什麼區別，希望我們能淘汰他們。最後這只是童言無忌，總身價達到了4.7億歐元，居萊爾領銜的土耳其新黃金一代，總之是太失敗。但看了比賽覺得也不意外，感覺有些偽核心的踢法，全是傳安全球，髒球一個洗不出來，擺脫能力更是完全沒有。所以下賽季皇馬主教練穆里尼奧的任務可重了，如果用居萊爾打主力組織進攻，那跟當年穆里尼奧第一次來皇馬的厄齊爾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另外這場比賽產生了巨大的爭議，上半場巴拉圭的球員阿爾米隆因為和對手產生了爭執，他捂着嘴說了幾句話，結果直接染了紅牌被罰出場。裁判當時是回看了 VAR， 由於在今年2月本菲卡跟皇馬的比賽中，當時本菲卡球員普雷斯蒂安尼捂着嘴和維尼修斯交流，雙方交流的內容不得而知，但維尼修斯認為是種族歧視，隨後普雷斯蒂安尼被禁賽。4月底國際足聯立刻就通過了一項提案，根據新規，任何球員如果在與對手發生對抗性場景的時候捂住嘴部，就可能被紅牌罰下，而阿尔米隆不幸成為這條規則執行的第一人。冷知識，這屆世界杯阿爾米隆一個人就連遭2項新規的處罰。第1場打美國的比賽，他在上半場倒地，裁判原先給了防守方1張黃牌，但回看 VAR 之後認定是阿爾米隆假摔，反過來給了阿爾米隆1張黃牌。嘿嘿嘿，這貨不知道是疊了什麼 buff。這次世界杯一共就2條新規定，他是踢了2場比賽，每根電線都觸了一下，真是讓人無語啊！看着長得這麼聰明，這腦子竟用來耍小聰明去了嗎？阿爾米隆這個球員天生喜感，技術也不錯，但是在紐卡踢球的時候就感覺漸漸的，現在也已經32歲，正在美國的亞特蘭大聯隊效力。好，那麼老 K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我覺得土耳其他們意甲含量過高，但現在意甲在5大聯賽都什麼水平啊？真要拉出來打，不知道能不能踢得過英冠。所以像伊尔迪茲千萬不能在尤文图斯继續待下去，趕緊去英超。看看美國隊现在場上5個英超球員，5個净勝球早早就出現了，再加上土耳其誰不好用，非要用個意甲教練。在過去1年半的節目，老 K 科普過許多次，從我自身兒子踢球青訓的角度出發，現在意大利青訓和意大利足球真的是爛，真不是一般的爛。另外，今天巴拉圭擊敗土耳其的進球是開場僅僅65秒，巴拉圭的加拉爾薩就進球了。而在此前5個小時，摩洛哥1-0擊敗蘇格蘭的比賽，薩巴里是開場70秒破門。但這2場比賽隨後都再也沒有出現進球，而巴拉圭剛剛將摩洛哥才保持了5個小時的世界杯史上最早進球，馬上又提升了5秒，到了65秒。賽後巴拉圭主帥一句話就圈粉無數，他說全是球員的功勞，與我沒有任何關係，讓我們為球員們歡呼吧。看看人家，再看看小飛機蒙特拉差距呀！今天的比賽就像哥倫比亞過去的名宿金毛獅王巴爾德拉馬在電視節目中點評的，這不是一支真正的巴拉圭隊，他們一定是在來比賽前的大巴上換了一批球員。是的，剛剛首場慘敗給美國，現在巴拉圭的球员們終於甦醒了過來，他們依靠自己本場少打1人仍然非常堅挺的表現，反向證明了美國队的身體優勢確實過於強大。再跟澳大利亞一起反正了土耳其確實是紙老虎，蒙特拉確實是紙飛機。還有一點，我覺得土耳其國內要好好總結總結，他們的聯賽雖然捨得花錢，但也確實太黑了，各種腐敗，一個包括裁判球員全都是賭鬼的國家。
好不容易穆里尼奧來了一次，讓我們見識了一下土耳其聯賽到底腐敗到何種程度。所以踢足球不能太假，還是要純粹一些。看看中國足球的失敗，你就知道假大空没有用，到頭來只会是虛假的繁榮，騙了自己。那麼這一場戰術方面，主教練蒙特拉的部署是強調絕對的控球和局部的人數優勢，通過恰爾汗奧盧和高塞克構築了雙控球的後腰，想力求將巴拉圭壓制在防守3區以內。他給了居萊爾極高的前場自由度，使他能夠和左路的伊爾迪茲以及鋒線的阿克圖爾科奧盧形成地面的傳導滲透。但是由於缺乏傳統高大中鋒在禁區內的壓制，土耳其完全陷入到空有控球卻沒有辦法打穿對方的肋部，非常的尷尬。而巴拉圭的主教練阿爾法羅呈現出非常智慧的糾錯能力，他對首發做出了最關鍵的一項調整，棄用了首戰表現低迷的一些防守球員，將效力於美職聯亞特蘭大聯隊的中場加拉爾薩推入了首發，跟防守方面绞殺能力極強的庫巴斯搭檔中場。阿爾法罗的意圖非常明確，利用加拉爾薩出色的防守的位置感和体能，在局部对土耳其的居莱爾實行死纏爛打一樣的貼身，同時在中後場形成對伊爾迪茲活躍的區域雙人甚至3人包夾。進攻端巴拉圭也完全摒棄複雜的地面組織配合，直接高強度的逼搶，制造對手傳球失誤，再利用恩西索和阿爾米隆縱深的推進能力，發動極為簡單的快速反擊。最後這就是足球，效果極好。這也導致賽後所有的技術統計分析都失去了意義。土耳其在巴拉圭禁區內完成了驚人的51次觸球，掌控了 78% 的控球時間，傳球次數高達638次，傳球成功率更是達到了世界級的 90%。 但有什麼用呢？巴拉圭僅僅 22% 的控球率，区154次成功的傳球，極端的劣勢。但通過門將吉爾的發揮，還有全隊拼刺刀一樣的身體對抗，直接摆大巴，直接壓縮空間，化解了土耳其所有技術上的優勢。當中場哨響的一瞬間，許多土耳其球員立刻就癱倒在草皮上痛哭。但這僅僅是土耳其足球海嘯的開始。土耳其國內的輿論立刻迅速崩塌，各方面都發出了極其憤怒的抨擊。許多人直言，這支坐擁了歐洲頂尖球星的土耳其隊，已經以世界杯歷史上最恥辱、最差勁球隊的形象載入了史冊。而在如潮的下課聲中，主教練小飛機意大利人蒙特拉，他竟然說自己早已在情感上完全把自己當作土耳其人。他還指責土耳其國內的足球環境在遭遇了一場失利之後，就試圖聯手拆毀一切。某些故意制造混亂、傷害國家隊利益的土耳其人，還沒有我這個意大利人更像一個真正的土耳其人。嘿，但這番關於身份認同的言論立刻又引發了強烈的批評。土耳其評論員戈克漢丁奇質問蒙特拉：“你憑什麼給土耳其人民上一堂關於如何成為土耳其人的課？你的任務是進球和贏球，而不是2連敗出局後進行那些蒼白的說教。”好，那麼蘇格蘭0-1輸給了摩洛哥。這場球讓人非常意外的是，瓜迪奧拉竟然現身了看台觀看這場球。瓜瓜曾經承認，未來執教國家隊是他職業生涯的下一步。但這是想執教蘇格蘭還是執教摩洛哥？確實有消息，摩洛哥足球非常希望邀請他。但我總覺得咱們的瓜瓜就喜歡看一些不熱門的比賽，這主要是因為熱門的場次沒有買到票。那麼今天的比賽最感人的是在第75分鐘左右，向76歲的已故蘇格蘭死忠球迷唐尼斯特拉西致敬。這位老人遠赴美國觀看世界杯，卻在開賽前不久不幸離世。他是格子軍團最鐵桿的球迷，經歷了長達28年的等待，這次蘇格蘭終於再次闖入世界杯，他也極為興奮，這是他此生第一次在現場觀看世界杯。但在目睹了蘇格蘭擊敗海地的歷史性勝利之後，不幸在波士頓的酒店大堂突發心臟病去世，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感染，蘇格蘭隊最後今天輸球了。另外，摩洛哥這邊埃因霍温25歲的中場塞巴里，現在羅馬諾已經透露，拜仁將在未來幾周內官宣簽下他，轉會費5500萬歐元，體檢也已經完成了。那麼正是在這一場摩洛哥對陣蘇格蘭，塞巴里在比賽第2分鐘一記抽射就閃擊，幫助摩洛哥拿下了比賽。而且在第1輪對陣巴西，塞巴里也有進球，所以在自己前2場世界杯都完成破門，他成為薩拉赫之後第2位完成這個成就的非洲球員。
但關鍵薩拉赫人家是前鋒，塞巴里可只是個中場。只能說拜仁的球探體系真的太專業，買人總是先人一手，球探的綜合能力甩巴塞羅那好幾條街，巴薩就只能靠自己的拉瑪西亞。看比賽能看出這個球員的護球射門極強，而且球商很高，傳球射門的決策總是非常合理，而且速度也不慢，踢球特別像哈里凱恩。今天的比賽摩洛哥早就進球，但沒有能殺死比賽，最後反而在蘇格蘭的連續傳中和衝吊之下吃盡了苦頭。而比賽的強度極高，摩洛哥的球員艾納維嘴唇被撞破，衣服也被扯爛，嘴裡面流着血，塞了塊紗布就繼續踢球。這次被扯破的球衣又是彪馬這下子完了，股價得大跌啊。但總體來说，今天的摩洛哥領先一球之後不慌，球員的進攻欲望也低，拿球就往後場倒。這打巴西碰巧平了一場，運氣比較好。1-0勝了蘇格蘭嘛，含金量也不高。總覺得這一屆的摩洛哥在世界杯可能走不遠。當然他們的控場確實牛逼，但如果碰到像英格蘭、西班牙、法國這些，還有一點，除了塞巴里之外，好像其他的球员不太会射门，就在门前磨磨唧唧蹭来蹭去，就是不进去。但是不是有更深層次的戰略考慮，想控分，想控净勝球，想去上半区呢？因為如果去到上半区，在進入4強之前，除了可能遇到西班牙，基本上就沒有對手了。這我也說不好，只能是瞎猜。但蘇格蘭最大的問題是上半場太保守，下半場才放開了踢。到了最後一輪，蘇格蘭必須要拿出勇氣。而另外，今天麥金和麥克托米奈2次在禁區內的接觸，特別是第2次麥克托米奈被放倒，這可能對蘇格蘭球迷來說有些不舒服。但整體來說，最關鍵的戰術細節還是開場摩洛哥就打穿了蘇格蘭防線身後的右側區域。迪亞斯的傳球，塞巴里的斜插，漢利的上搶時機過早，3件事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場唯一進球。而真正的勝負手還是塞巴里。另外就是摩洛哥中場的控球和壓迫做得特別好，布阿迪和埃納維讓蘇格蘭很長時間沒有辦法舒服的推進，所以1-0之後，摩洛哥也將比賽壓在自己的節奏裡面。這說明主教練方面，瓦赫比的開局設計和整體控制更成功。克拉克下半場的調整很有效，但來得太晚。蘇格蘭隊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擊的機會，問題是上半場浪費太多時間，被摩洛哥的壓迫和控球給打亂。等比賽變成他們想要的身體對抗、傳中，還有2點球和點球爭議的時候，時間已經不夠了。摩洛哥隊贏球後士氣大漲，可最大隱患還是射門終結的效率。2場比賽一共26腳射門，只進了2個，並且本場只有2次射正。但他們的技術優勢在非洲球隊當中確實罕見。今天一共601次傳球，是自1966年以來非洲球隊在世界杯單場比賽中最高的傳球記錄。他們總能夠在中後場和中場持續的控球、倒腳、轉移，成功的消耗蘇格蘭。好在作為傳統的英式打法，蘇格蘭在下半場更多靠直接的衝擊和傳中，也制造了不少的壓力。蘇格蘭隊在中場核心吉爾莫缺陣以後，確實對戰術的影響太大。今天克拉克在左路排出了一個很有爭議的戰術陣型，他沒有採用常規的5後衛，而是將蒂爾尼部署在5中場的左側，想讓他在左後衛羅伯遜身前形成戰術緩衝。可這個變陣在實戰中效果不好。上半場蘇格蘭全隊顯得極其焦慮，而且戰術思路也凌亂，在中場的運轉多次出現傳接球的失誤，完全扛不住摩洛哥2個中場球員艾納維和布阿迪的高位壓迫。而哈基米阿什拉夫多次在右路通過內切肋部的跑位，折磨了蘇格蘭整條左路防線，制造了防線上許多混亂。還有奧納西、哈努斯都很活躍，他們有外圍的遠射，也有禁區內的頭球攻門。蘇格蘭的門將也被考驗到，好在岡恩的狀態出色，也做出了許多世界級的撲救。總體來說，1-0的比分是合理的。現在巴西隊憑借4分和正3的淨勝球優勢，即使在末輪不敵蘇格蘭，也有極高的概率憑4個積分成為8個成績最好的小組第3之一，晉級32強。但如果巴西末輪面對蘇格蘭不敗，將確保他們獲得 C 組前2名，直接晉級的席位。巴西如果擊敗蘇格蘭，並且摩洛哥沒能以大比分擊敗海地，這就無法抹平當前2個淨勝球的差距，所以巴西就會獲得小組頭名，在淘汰賽首輪就能避開其他小組的種子隊。而蘇格蘭目前積3分，小組第3，最大的痛點是相互交鋒的戰績。由於現在輸給了摩洛哥，
即使蘇格蘭最後一輪和巴西打平獲得4分，哪怕摩洛哥也輸給海地同積4分，但是蘇格蘭在同分的比較中也會因為直接交鋒的劣勢屈居小組第3，無法獲得前2名。所以如果想拿到主動權，他們末輪必須在邁阿密體育場擊敗巴西隊。如果打平積4分，那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成為成績最好的小組第3。現在看來，4分並且净勝球為0，也很有可能實現突圍。而摩洛哥呢，末輪面對已經被淘汰的海地，只要平局就能穩穩收穫前2名。而即便摩洛哥末輪爆冷輸給海地，只要蘇格蘭不能贏巴西，那摩洛哥的4個積分也能小組第2直接出現。好的，今天的重磅新聞，邁阿密國際已經 Here we go 了，卡塞米羅將加盟。34歲的胖虎終於實現了既和 C 羅踢過球，我也要和梅西踢過球，這大好事啊！世界杯結束以後，胖虎都不用挪地方了。另外，今天抽象的新聞，皇馬官方發了通報，說沒有和奧里賽有過任何接觸，皇馬希望和拜仁保持良好的關係。但是此前羅馬諾等名記都有可靠的傳聞，說皇馬主席老佛爺對奧里賽有濃厚的興趣，只是最後拜仁慕尼黑根本就不想開啟談判。但不管怎麼樣吧，皇馬還是給足了拜仁尊重。咱們老佛爺的吸星大法用是用，還不敢用在赫內斯身上。另外，最近在社媒大量自稱是 C 羅的粉絲，但老 K 覺得很多都是串子，在各種地方刷屏，說要把球傳給 C 羅，甚至這些人跑到已經去世的若塔的社媒。真正的 C 羅球迷怎麼可能去若塔那裡刷屏呢？所以全世界都有串子，故意想搞亂葡萄牙的心態是吧？這些人先是衝垮了 B 費的社媒，然後又跑到內維斯的女朋友老 K 最喜歡的馬達萊納的社媒，搞得漂亮的女孩只敢關閉了自己的評論區，還有 B 費妻子的社媒也被他們攻陷了。這些人哪裡是球迷啊，純粹就是唯恐天下不亂。另外，關於梅西在和阿爾及利亞的比賽當中有踩踏有肘擊，那麼阿爾及利亞足協賽後對這些爭議的判罰提出了申訴，因為這2件事情發生的當時都沒有被 VAR 裁判和主裁判考慮。好，在葡萄牙1-1戰平了民主剛果之後， C 羅的狀態現在成為全世界熱議的焦點之一。那麼在荷蘭媒體的一檔節目中，過去曼聯的主教練滕哈格也和一些嘉賓展開了分析。而滕哈格在節目裡被問到， C 羅賽後真的會去冰浴嗎？他是怎麼保養自己的？他都會做些什麼事兒啊？他到底吃什麼呀？ C 羅會不會在午餐的時候檢查其他球員的餐盤呀？有許多類似傳聞耶。這時候滕哈格明確闢謠，我從來沒有給 C 羅盛過飯， C 羅也不可能去檢查其他球員的餐盤，他只是一直專注於比賽。在他離開曼聯以後，我也沒有再和他交流過。作為教練，團隊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的利益，而在那個時候，這種情況已經不再適合了。所以美人總有老去的一天，英雄總有遲暮。C 羅並沒有做錯什麼，只是葡萄牙主教練可能得做選擇，到底讓他踢多久，還要不要首發。在1-1戰平之後，葡萄牙的隊友若昂內維斯有一番言論，他說，我們知道 C 羅為我們做過什麼，但他現在和我們一樣，他只是又一名球員來幫助我們的，他和其他人都一樣。但是當若昂内維斯說了这些話之後，外面倒是吵成了一鍋粥。不過老 K 自己觀察，葡萄牙的隊內訓練氣氛很好，最近全隊剛剛給萊奧和門德斯過了生日其他地方再怎麼吵也是過度解讀，足球比賽最重要的是成績和結果來說話。那麼另一邊巴西的總統盧拉諷刺性地批評了內馬爾。盧拉和一個小朋友對話，盧拉問，誰是巴西最好的球員？小朋友說，內馬爾。盧拉說，內馬爾連踢都沒有踢，我看到他是世界杯歷史上第一個居家辦公的入選球員。嘿嘿，這主要是因為此前總統競選的時候，內馬爾多次給總統的競爭对手博爾索納羅站台，所以盧拉不待見他，這很正常。還有在英國，我們可愛的羅伊·基恩在節目中，他批評世界杯英格蘭的球員的伴侶們太太團還有女朋友們穿着丈夫的球衣，他說他非常看不慣這種助威的方式。基恩說，世界杯期間所有球員的妻子和家人都去看比賽，所有的妻子都穿着背後印有球員名字的球衣。孩子穿沒問題，但妻子和伴侶穿他們的球衣，背後還印着他們的名字。1年後這些人他們就要分開了，他們就要不在一起了，大多數都是這種情況。他們只是在拍照，
還指着背後的吉米或者約翰尼說：“哇，我們知道你嫁給了誰。”哼，孩子穿在我這裡沒問題，伴侶們這麼做太荒唐了。大家都坐在同一個家庭看台區，我有我的球衣，你有你的球衣嗎？哼，我接受不了這個。而且他們只在世界杯這麼做，你不會每周在老特拉福德或者安菲爾德看到這種情況。所以世界杯到底有什麼不同？想象一下，有個女人說：“我今天要穿一件足球球衣，背後印着我丈夫的名字。”对我來說還是算了吧。哈哈，咱們的老古董羅伊金是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典型的愛爾蘭老男人老派作風。請大家不要見怪啊！當然你見怪他也沒有用。好的，世界杯依然精彩，小組賽很快就要結束。現在每天4場球真的是饕餮盛宴呀！所以感謝您的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